便。今天这个字有2个读音，我讲生活里常用的词。记忆这些词的方法，我推荐记整个词，相当于2个汉字。先弄清楚它的意思，把这个词多读几遍，然后放在句子里来理解，知道它用在什么场景，联系上下文来记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字的第一个发音，便。便，最常用的词是便宜。便宜这个词有3个用法，字面的意思是价格低，便宜。比如超市正在打折，有便宜的鸡蛋。有便宜的鸡蛋，它是个形容词，后面要加的这个字来连接下面一个名词。第2个用法，给了某个人好处，一般是嘲讽的语气，比如你别喝多了，可不能便宜了那小子。你别喝多了，可不能便宜了那小子。妈妈说要自爱，不能便宜了别人。不能便宜了别人。我不想便宜了他，不会和他单独旅行。我不想便宜了他。这几句话里的便宜是不能让那个人占到便宜，那这个便宜指的是男女之间的事儿，相当于动词来用。还可以指经济上得到某种好处，这个时候一般是当名词来用。名词便宜的前面就会加上动词占、贪。比如那个人最喜欢占小便宜，喜欢占小便宜，占就是动词，小便宜就是名词啦。再比如和爱贪小便宜的朋友相处起来，我觉得不自在。爱贪小便宜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不要参与那种活动。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这些占小便宜、贪小便宜，加不加小字都是可以的。占、贪这样是固定搭配，就是指得到物质上的好处，和钱有关。还有个成语大腹便便。大腹便便这个词在书面语的时候才会用，也就是打字的时候。如果一个人很胖，就说他大腹便便的样子，这个时候用成语就会显得比较委婉，不算是冒犯或者不尊重别人。大腹便便的样子是个形容。好，我们来看便。便在口语里最常用的词是这些：便利、便当、简便、随便、便衣、大便、便秘。我写了3行，第1行便字就当顺利、没有困难或阻碍来理解。便利这个词的意思是没有困难或阻碍，比如用手机付款很便利。便利。便当就是很顺利、很容易能吃到的饭，比如周末去爬山要带上便当。便当这个词我查过它的起源，我原先以为这个词是日语，实际上南宋的时候就有这种盒子装着食物的做法，但便当这个词在近代中国确实是很少用，我们更经常使用盒饭、快餐这种词。还有便饭。便饭，吃顿便饭是一种自谦的表达方式，比如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就可以说周末你有时间吗？我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便饭。我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便饭。还有便道、便民，这个也是给人方便的意思。本来有一条道，但另外一条道更顺利，没有困难或阻碍，更好走。
这条道就是便道。便民也是一样的，便民是让人得到什么利益，让大家没有困难。比如下雪的时候会有很多便民设施，便民设施，路边的药店会有免费的姜茶。第二行，便字可以理解为适当的、合适的。这道题有没有简便方法呀？简便方法，玩魔方是不是有什么简便方法？玩魔方是不是有什么简便方法？随便你想去哪儿都行，我听你的。随便你想去哪儿都行。随便这个词谨慎一些用，会有不在意的意思，显得冷漠。比如在这个对话场景里面，你听听看，你今晚想吃什么？随便。随便，我会感觉你不开心，或者对我有意见。在口语里，我认为友善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：我没什么想法，你想吃什么？或者说都可以啊，我听你的。我没什么想法，你想吃什么？都可以啊，我听你的，而不是说随便。好，接下来这个词，便衣。便衣，每个航班上都有便衣警察。越是节假日人流聚集的地方，便衣多得很。便衣，便衣就是指便衣警察，不用说警察这两个字也可以。便衣。好，接下来这两个词有点不雅，比如3天没有大便了，就是便秘；没有大便了，就是便秘。我们有上火这个概念，便秘就是吃了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上火的食物，所以人就上火了。上火这个词在这种语境里面，就是说阴阳失衡，内火旺盛，这个就是上火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词。便宜有3个用法，第一个指价格，第二个用法是男女之间的事儿，女人让男人得到好处，就是便宜了他。一般是否定的用法，比如说你别便宜了他，你别便宜了他。第3个用法，物质上得到好处，比如占便宜、贪便宜，这个是固定的词组搭配。这个发音，便、便利、便当、简便、随便、便衣、大便、便秘，你记住了吗？我们下一期说差，这个是不好的意思，它有4个发音，这些是生活里常见的词，差点儿、参差不齐、出差、差错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